给你们看看我曾经不负债的样子吧。22年的时候，我也算是一个小有成就的老板。我有一家电商公司和一个1000多平的服装工厂，有房有车，上千万的资产。然而世事无常，一夜之间我是亏光了所有，包括房子、车子，还有我的最不值钱的面子。现在的我真的是一无所有，还负债了480万。说实话，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难熬的日子。最难的时候，我身上连5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前段时间，我把我能卖的房子、车子全都给卖了，用来给员工发工资，用来偿还债务。最近呢，我也在调整我的状态，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全身上下只有几千块钱。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下滑，实体店纷纷倒闭，广州闭店率超过了80%，许多中产家庭因为房价下跌、负债过高而陷入了债务危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今天收到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听说呢，现在广州的实体店倒闭率竟然高达80%，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10家店里面就有8家是在垂死挣扎的，甚至已经有不少是已经深陷泥潭里面。每天这个店主就守在店里面，眼巴巴的等着顾客，但是进店的人呢却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有顾客看到喜欢的商品，但是转身呢又跑到网上去比价，或者说跟同行去比价，所以说实体店商家纷纷陷入了价格战。这对实体店冲击真的是非常的大。广州很多人都已经破产了，现在80%的广州家庭其实就属于一个破产的边缘状态，并不是在这里制造焦虑。你要明白，很多广州人现在只能勉强的去维持生活。怎么说呢？如果你手上的现金加上资产小于负债，那真的对不起，明面上你已经破产了。你就拿一些中产家庭来说，每个月收入看起来还不错，2、3万，但是每个月除去房贷、车贷、日常开销、老人小孩的发销，这一套操作下来顶多就能留个2、3千，还要怕炒鱿鱼，万一没了工作，那就直接宣布破产。像我们这种拿着信用卡过日子的，其实就更难了。但凡马上能掏出1万块钱现金的人，你可以压倒一群人。我在广州做了60年的贷款，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真的接触了不少，能一下子拿出100多万现金购买机械设备的工厂老板非常少。生意难做，钱更难赚，都成了大家的一个共同点。你看大街上多少旺铺转让、低价促销的，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开奔驰、宝马的大老板，那都是一堆负债，房子、车子抵押了一次又一次。兄弟们，我跑路了，我带着4000多万的债务，一个人跑路了。如果你们的生活过得也不如人意的时候，就停下来，听听我的故事吧。在3年前，我就已经是一个年产值过亿的老板，也算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我叫何碧霞，镇江德豪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很可惜，今天我一个失败者的生活出现在你们面前。这一路还债的生涯，觉得像已经快撑不下去了。可能现在很多负债人，所谓的老板们都和我一样吧，除了一身的债，还有其他是一无所有，整日整夜的睡不着，吃不下饭，由于长时间没睡好，甚至抑郁。如今的我有时候也记不起上一句说过什么话，身体比以前也消瘦了。这一切事物都是我想要的。作为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60后老板，我拥有了几家公司，在镇江有一家1万平方的汽车 4S 店、正泰电器等等，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盲目自信投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资产项目。老一辈人说了，人往高处走的时候10年熬出头，人往下落的时候1夜就足够。今天的我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老服装人怎么也想不到，没有倒在疫情，却可能倒在今年这个夏天。原来做服装分淡旺季，现在做服装没有旺季，只有淡季。今年的夏装特别奇怪，在我们这里夏天刚刚开始热，夏装居然就卖不动了，甚至到了接连几天都不开张的地步。往年7、8月份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昨天一个开了10年女装的红行姐妹找我聊天，她说她决定了，干完今年冬天就不干了，做服装太熬人了。她说她视频也拍了，衣服也卖得不贵，近100加30就买，
可依然没人进店，天天守着店里面一堆货，太难受了。他说他30平的店，原来每年还能够挣个10来万，这2年的话，他说一年就挣个5、6万，今年上半年甚至自己的工资都没有挣出来。他说还不如自己把店关了，然后找份工作，这样还轻松一点，不用每天焦虑业绩。现在呀，我也很焦虑，我是进退两难啊，想不到自己做了14年的服装，竟然到了今天这种状况。看看中产怎么变草根。广州一对小夫妻的房子总价从1000万跌到700万，3年时间就血亏300多万，现在已经断供了。最近广州一个女士在网上写出了她夫妻俩如何从原项目的中产变成破产的，让人唏嘘不已。她是在街道办上班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工作很稳定。老公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刚开始1年收入大概30、40万。他们在2017年结的婚，当时在广州番禺首付40多万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小3房做婚房。结婚后第2年就生了个儿子，公公婆婆很开心，过来帮忙带，生活有滋有味。当时全国的房价天天涨，在经过一系列的对比和考察之后，他们卖掉了番禺的房子，又借了一些钱，在19年年底买下天河区一套总价1000万左右的3房，每个月月供2万8。没想到由于疫情，她老公公司在21年就关门了。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2年开始广州房价开始下跌，他们的房子跌到了700万左右。因为不想断供，万一房子被法拍了就要亏更多，现在维持着，至少还有地方住。就这样子，他们2口子完全没时间管孩子，他上班了，晚上还要去找兼职做，孩子都是公婆在带，2口子彻底沦为维持房贷而打工的局面。这样的生活太辛苦了，这是他们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如果是你会怎么办？200多万在广州买的房子，现在跌到多少了？这就是20年5一假期，我们首付60多万，贷款144万买的小3房7房，平均每平2万4千多，真的成了妥妥的高位接盘侠。95后的我们背负着房贷车贷，上有老下有小，靠老公一人挣钱，这也是为什么每月收入2万块钱不够开销。这套80多平的房子，不仅掏空了我们的储蓄家底，还借了40多万的外债，另外装修也花了10来万，现在还欠银行本金130多万。万万没想到这几年房价直线下跌，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只要140多万就可以买到，差不多5年60多万首付亏空，还有30多万的利息也填进去了。好在我老公比较乐观，说我们起码住了1年多，在1线城市也算是安家了，这样也算是一种安慰。这房价再这样跌下去呢，广州真的很多家庭都要崩溃了。广州目前至少呢有1/6的家庭，但实际上是已经破产了，他们的负债已经超过手头上那点可怜的资产了。就因为过去几年在广州高位买的房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现在有一个呢很可怕的事情在发生，就是呢在广州的法拍房越来越多，在某宝上面或在某平台上面就有几十万的老房子，也有几百万的豪宅，他们的工作出现了问题，生意出现了变化，现在呢已经还不起贷款了，哪怕再把房子卖了，还是不够还银行之前所贷的款。去年在广州开店的5万多家餐饮店老板已经倒下了70%。本以为去年的餐饮生意不好做，结果发现今年是去年的困难模式。猴哥开年后收店的脚步没有停止，出人意料的是，倒闭的店铺营业时间超过半年的不到1/3。今年的价格战已经打到了消费者开始怀疑自己吃到的是什么食材，更有消费者一个人团了一份29.9块的双人餐，吃不完的第2天接着吃，每天的伙食费不到15块。开始有一部分餐饮老板觉悟了，越是打低价越是不挣钱，所以在最近开始抵制低价，但是坚持不了2天又把团购上线了。今年的情况是不做团购，店铺直接抬进 ICU， 做了团购就得多砸几十万，最终还是关门大吉。所以大多数餐饮老板选择了第3条，欠租跑路。在20万人的城中村投资80万开了一家火锅店，10天不到毕业了。
猴哥来收设备的时候，居然还有台展示柜，膜都没有撕，也没有使用，放在门口。老板在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花了15万转让了这家店。由于两夫妻都来自于四川，理所应当就做四川火锅，但也结合了湖北菜、湖南菜，还有当地粤菜的特色。他们想的人流量这么大，我从中餐做到晚餐，再做到宵夜，整个店投资80万，预计5个月回本。但是不到10天，本钱却没了。老板以前是做工厂的，现在工厂不好做，转行做餐饮。没想到餐饮的竞争程度远大于工厂。以前工厂再怎么竞争，最多3个月调一次价，现在餐饮的竞争激烈程度，可能让你每天都要改一次价格。老板算了一下每天的流水，只有预期的20%不到，完全就没有做下去的信心。10天时间，每天亏掉8万，终于承认餐饮的门槛一点都不低。今年至少有80%的二手车商倒闭，你们还真别不相信。你们看一下，现在市面上跑的有多少是新能源电动车？现在这种燃油车真的是无人问津啊！你们看一下，我们600多台车的一个场地，看车的客户寥寥无几，而且半数的车都已经是3、4个月的库存，更有些已经是半年的库存了。那平时热门的一个车子 1.8 高配的一个本田缤智，前款多少钱？5个多卖到4个多，现在还一直在降。所以说现在的二手车行情真的是好差，尤其是广州市一线城市，这种燃油车每天有大把淘汰下来，很多车主为了省油就买了新能源，甚至有些车子没有广州指标的，为了上个广州牌直接买了新能源，因为新能源汽车政策有支持，可以免摇号上广州牌，不用开4天停4天，现在又不用早高峰晚高峰的限行，所以说这些车子我们这边又已经是饱和了，又找不到真正有需求二手车的兄弟哦。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